为了几根头发搭上10万条人命，这代价值得吗？大明朝都亡了，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死磕啊？值得吗，列位？在那个天崩地裂的年代，这不是头发，这是汉人的魂。清军要的那个发型叫金钱鼠尾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把你脑袋四周的头发全剃光，只在脑后留铜钱大的一小撮，编成一根细的能穿过铜钱孔的小辫子。这在当时汉人的眼里，那是人不人鬼不鬼的妖魔像，但这仅仅是丑吗？不，这是诛心。对于读圣贤书的江阴人来说，头发连着心，那是父母给的血肉，是祖宗留的体面。这一刀剃下去，剃掉的不是头发，是把汉人的祖宗牌位从神坛上拽下来，扔进泥地里踩。清政府这招太毒了，他们就是让你每天摸着那个光秃秃的脑门，时刻提醒自己，你不再是人了，你是大清圈养的奴才。所以江阴人说这是魂，是膝盖骨，头发一断魂就散了，辫子一留这膝盖骨就碎了，这辈子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这时候全天下都跪下了，就像被抽了筋的软脚虾。唯独江阴这群人，这群平时种地的读书的，愣是把这膝盖骨给焊死了。他们是用10万颗脑袋给大明朝的灵位上了最后一炷带血的香。今天咱不说利弊，只说这口气，看看这群明知必死还要赴死的傻子到底有多硬。说1645年的夏天，江南的空气里都飘着一股血腥味儿。大清的铁骑踏碎了扬州，屠了嘉定，到了江阴，他们觉得这事儿稳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江阴人乖啊，知县方亨那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装的一团和气，哄着百姓交了硬信，甚至还许诺大家安居乐业。可就在闰6月27这天，方亨露出了獠牙，他在文庙里贴出了一张告示，上面只有那句要命的话：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。因为这哪是理发，这是在刨坟，这是要让这群读圣贤书的汉人把祖宗给扔了，去当牲口。当时的场景，那是火星子掉进油桶里，一点就着，几十个秀才冲进文庙，指着方亨的鼻子问：你是明朝的官，怎么能逼我们做这种猪狗不如的事？方亨冷笑一声，骂道：这是大清的律法，谁敢不从？这时候一个叫许庸的秀才站了出来，他平日里连鸡都不敢杀，可那一天他把笔一摔，喊了一句震得人耳朵嗡嗡响的话：头可断，发绝不可剃。方亨急了，手一挥，清兵的大刀咔嚓就砍了下去，血滋的一下溅到了孔子的牌位上。这一刀把江阴人吓傻了吗？没有，这一刀把江阴人给砍醒了。那天晚上，全城的百姓拿着锄头、菜刀，甚至擀面杖，把县衙给围了。他们杀红了眼，抓住了那个方亨。您猜怎么着？方亨临死前还想求饶，百姓们没给他机会，乱刀分尸，把他的肉都剁成了泥。这火算是彻底点着了，可杀了官。接下来怎么办？城外是清军的大队人马，城里是一群没打过仗的老百姓，这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。大家推举陈明玉当头，可陈明玉有自知之明，他说：我一介书生，写文章行，打仗那是赶鸭子上架，得害死大家。这时候有人提了一个名字，严应元。这人以前是个典史，官很小，也就是个派出所所长的级别，而且早就辞官回家种地了。陈明玉连夜派人去乡下请列位，换做一般人，这种时候躲都来不及，那是烫手的山芋啊。可严应元呢，他听完来意，沉默了很久。他看着这满城的灯火，看着那一张张惊恐又期盼的脸，他知道这一去就是有去无回。但他只说了一句话：既然百姓信我，这颗头颅便当是谢了百姓。他带着家丁，背着铺盖卷，连夜进了城，这一进就再也没活着出来。严应元进了城，第一件事儿修城墙，可城里哪有那么多兵器，哪有那么多砖石？没关系，咱们拿命凑。全城的户口一查，10万人分片包干，男人上城墙拼刺刀，女人在后面煮金枝运石块。列位，那场面看的人心尖都在颤。那些平日里爱美的姑娘媳妇儿，把自己嫁妆盒里的金镯子、银簪子哗啦啦全倒进了铁匠铺的炉子里。他们说都要亡国了，留着这些给谁看？不如化成铁水，烫死几个鞑子。城墙破了，没有砖，就把自家的房子拆了，把祖宗留下的楠木大梁拆下来，顶在城门口。这哪里是在守城？这是把整个江阴变成了一座带刺的铁坟墓。清军那个急先锋是大汉奸刘良佐，这孙子以前是明朝的伯爵，位高权重，结果膝盖一软跪了大清。他骑马来到城下，在那儿装好人。严公大明都亡了，你一个小小的典史何必呢？你看我现在也是高官厚禄。严应元站在城楼上，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回了一句震碎历史的话：江阴只有断头将军，没有降清的典史。紧接着他指着刘良佐的头顶骂道：你身为大明勋贵，却留着这种猪尾巴，你死后怎么有脸去见地下的皇帝？这话骂的那是小刀拉屁股，开了眼了。
刘良佐羞得满脸通红，那是老鼠钻进风箱里，两头受气，灰溜溜的走了。硬攻不行，清军开始围城，想把江阴人饿死。这时候城里出了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儿，十几个60、70岁的老大爷那是风中残烛，走路都费劲。他们找到严应元说：“大人，我们老了，上不了城墙，也不想浪费粮食了，让我们去换几个鞑子的命吧。”他们假装是出城投降的富商，提着篮子，里面装着银两，底下却埋着几十斤烈性火药。他们颤颤巍巍地走进了清军的大营，那是清军的一个火药库旁。清兵贪财啊，一看银子眼都直了，那是苍蝇见了血，围上来就抢。就在那一瞬间，这几个老人连眼皮都没眨一下，引燃了引信，轰隆一声巨响，地动山摇，那个大营连同几百个清兵，加上这10几位老人，瞬间变成了灰烬。城墙上的守军看到了火光，那是他们的父辈在用骨灰给他们开路啊！所有人跪地痛哭，磕头出血。炸响的爆炸彻底激怒了清军，这次来的不是杂牌军了，是多铎手下的绝对主力，整整24万大军，把江阴围的那是铁桶一般。最要命的是那200多门红衣大炮，列位，那时候的红衣大炮就是现在的重型导弹，轰轰轰，炮弹像冰雹一样砸在城墙上，那砖石做的城墙在铁疙瘩面前脆得就像饼干，一炮下去城垛子飞了，再一炮下去，守城的几十个壮丁瞬间就变成了一团血雾，连块完整的骨头都找不着。这根本不是战争，这是单方面的屠杀，每一寸土地都被血浸透了，踩上去咕叽咕叽直冒血水，轰隆一声闷响，东北角的城墙被那200门红衣大炮深深轰开了一个3丈宽的大缺口。那一刻，外面的清军像见了血的狼群，嗷嗷叫着就要往里灌。怎么办？砖头早打光了，沙袋也用完了，这就是个死局。严应元站在缺口上，手里的刀都砍卷刃了。他嘶吼着：“没东西填就拿命填，只要有口气就别让鞑子进来。”列位，接下来的场面那真是闻者伤心，听者流泪，百姓们疯了。他们冲回家，把门板卸了，把床板拆了，扛着就往缺口跑。门板不够怎么办？有老人喊了一嗓子抬棺材，那些老人家把放在堂屋里给自己预备了半辈子的寿材，那是他们死后的房子啊，全都抬了出来。那是上好的楠木啊，沉甸甸的，平日里要是碰坏一点漆，老人都得心疼半天。可这时候他们连眼都没眨，抬起来就往城墙缺口里扔，咚咚咚，那是棺材落地的声音，也是这江阴人砸锅卖铁不过日子的决心。他们是用死后的安宁来换这生前的最后一步。可这棺材板挡得住刀枪，它挡不住人多呀。到了后半夜，老天爷不开眼，下起了瓢泼大雨，雨水混着血水，把那个缺口冲得像涂了油一样滑。清军那是趁你病要你命，趁着雨声掩护摸上来了。这时候城里的壮劳力要么死了，要么累瘫了，谁去顶？女人去，孩子去，他们抬不动石头就抬金枝。什么叫金枝？那是烧得滚开的粪便水，那味道那是又臭又烫，溅到身上就是个燎泡。但女人们顾不得了，2个人抬一桶，咬着牙往城下泼。滋啦，滚烫的粪水浇在清兵身上，那是皮开肉绽，见血封喉，那惨叫声比雷声还刺耳。大人死光了，轮到孩子了。那些还没车轮高的娃娃手里没有刀，就拿着削尖的竹竿，他们站在尸体堆上，小脸煞白，但眼神里那是跟大人一样的狠。清兵冲上来了，刀光一闪，孩子倒下了，但手里的竹竿也死死地扎进了清兵的喉咙里。这哪是打仗啊，这是把这个民族的未来都填进了这个绞肉机里。但即便是这样，那面大明的旗在暴雨里湿透了，烂透了，却始终没有倒下。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狱啊，列位？那时候的城墙缺口已经分不清哪是土哪是人了，活人踩着死人，死人绊着活人。你一脚踩下去，软绵绵的，低头一看，可能就是半个时辰前还跟你一起喝稀粥的邻居二大爷，但他已经没气了，眼睛还瞪着，好像在说：“踩着我过去，别停。”打到最后，刀断了，毛折了，手也被砍废了。还能站吗？能，用牙咬。一个浑身是血的汉子被清兵按在泥水里，双手都被剁了，他愣是一口死死咬住了清兵的咽喉，任凭那清兵怎么用刀柄砸他的头，哪怕牙齿都崩碎了，他就是不撒口，直到把那块肉深深撕下来。那是野兽吗？不，那是被逼到绝境的人，那是把所有的恨，所有的痛都化作了最后这一口獠牙。天亮的时候，雨停了，清军退了，那个缺口终于被堵住了，是被几千具尸体和几百口棺材硬生生给填平的。在那尸山血海的顶端，那面大明的旗虽然被打得像筛子一样，虽然染透了血，但它依然在那飘着。为什么不倒？因为旗杆底下插着的不是土，
是江阴人比铁还硬的骨头。只要还有一个江阴人有一口气，这面旗就别想倒在泥地里。这一杀就杀到了8月15中秋节，本该是团圆的日子，可江阴城里家家带笑，户户哭声，酒早就没了，粮食也快断了。严应元坐在尸体堆里，对着天上的月亮举起了一碗清水。他对身边的残兵说：“兄弟们，喝了这碗水，咱们在阴间再团圆吧。”然后他提笔写下了一首诗，绑在箭上射出了城外。亿万清兵难入城，中秋谁与共孤光。这句诗那是杜鹃啼血啊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这就是最后的晚餐了。但这群人看着那轮月亮，眼里没有恐惧，只有一种视死如归的平静，因为他们的魂早就已经不管这具皮囊的死活了。8月21日，天降大雨，城破了，但江阴人没有跪。严应元在城门上写下绝笔：80日代发效忠，表太祖17朝人物，10万人同心死义，留大明300里江山。写完，他拿着那把卷了刃的刀，冲进了巷子里。列位，这已经不是战争了，这是最后的疯狂。巷子里70、80岁的老太太拿着菜刀躲在门后，进来一个清兵就砍。10几岁的孩子抱着大石头站在屋顶上，那是哪怕砸死一个我也够本。城里的井那一天全被填满了，那是为了不受辱的妇女们手拉着手像下饺子一样往里跳，有的全家关起门来一把火把自己点了。这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他们把自己的命当成了最后一块硌掉崩清军牙齿的石头。严应元力竭被俘，清军那个亲王恨他恨得牙根痒痒，他们用大铁链子噗呲一下直接穿透了严应元的锁骨，把他像狗一样锁在县衙的大堂上，那得多疼啊，常人早就疼昏死过去了。可严应元呢，他疼得冷汗直流，却一声不吭。面对清军的屠刀，他只是轻蔑的笑：“速杀我！我是大明的典史，怎么可能跪你们这些蛮夷？”直到死，他的膝盖从来没沾过地。那个一开始说自己不敢打仗的书生陈明玉，身中几十刀，肠子都流了一地。他背靠着墙，站着咽了最后一口气，手里的刀抠都抠不下来。仗打完了，清军死了7万5千人，死了3个王爷，18个大将，这是大清入关以来吃过最大的亏，流过最多的血。而江阴城呢，17万2千人，除了躲在塔里的53个老弱病残全部战死，无一人投降，整座城空了，只剩下满城的白骨和那怎么洗也洗不掉的血腥味。列位，这不仅是一场仗，这是一座丰碑，它是用10万个普通人的骨头垒起来的。咱们回过头来看江阴人傻吗？按利益算，他们输得倾家惨，但从人这个字上算，他们赢了，赢得震古烁今，这是一种宿命。当一个民族到了至暗时刻，总要有那么一群人，哪怕明知是死也要站出来。他们用自己的血告诉后人，这个民族的脊梁骨是铁打的，是火烧不化，刀砍不断的。你可以杀光我的肉体，但你永远征服不了我的灵魂。大明亡了，但江阴魂永存。就在江阴百姓拿着菜刀把血流干的时候，他们效忠的那位万岁爷南明弘光帝朱由榘在干什么？他在逃命。清军还没到南京城下，这位皇帝连一声招呼都没打，扔下满城的文武百官和百万百姓，那是脚底抹油，溜之大吉。他逃的那叫一个狼狈，最后被清军在芜湖活捉，押往北京处死。这是一个多么荒诞的时刻啊！皇帝，这个国家的头早就断了，江阴这个国家的脚趾头却还在死命地蹬着地，不肯倒下。江阴人是在没有皇帝、没有援军，甚至连效忠的对象都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，仅仅为了气节二字，在一座孤城里自发地走向死亡。这才是真正的孤城孽子，无力回天。再看看南京城，就在严应元带着百姓拼命的时候，那帮平日里满嘴仁义道德，拿着高薪厚禄的朝廷栋梁们在干什么？他们在跪迎王师。大雨哗哗滴下，这帮平时连衣服褶皱都不能忍受的高官名士，此刻却像一群没有骨头的软脚虾，乖乖地跪在泥地里，把头磕得震天响，只为了给新主子留个好印象。最可笑的是那位文坛领袖钱谦益，人家让他殉国，他摸了摸秦淮河的水，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笑话：水太凉不能下。列位您听听，水太凉，江阴那边的雪都热得要把天烫个窟窿了，他这里嫌水凉。这就是大明朝最大的讽刺，读了一辈子圣贤书的大官，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，膝盖比棉花还软，反倒是那些没读过几本书，只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市井百姓，在国家亡的时候把那根脊梁骨挺得笔直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仗义美多土狗辈，负心多是读书人。江阴这一战打的不仅是清军的脸，更是这帮贵族的脸。这81天他们不是在守一座城，他们是在给那个已经腐烂透顶的大明朝殉葬，用10万条人命
给这个朝代画上了一个最悲壮也最干净的句号。这正是80日血火铸忠魂，10万头颅祭乾坤，青史几行名姓，韩唐多少蝉鸣。不如听我说说这古今人情。